篝火的噼啪声突然变得尖锐刺耳，火星迸溅在我刚缠好绷带的手臂上，烫得我猛地一缩。正往伤口上涂抹从流浪商人那换来的止血草时，一股灼热的气息突然笼罩过来。抬头的瞬间，握着药瓶的手狠狠一颤，梅琳娜不知何时站在光晕边缘，平日里苍白温柔的脸庞此刻爬满暗红色纹路，像是有无数条血管要冲破皮肤。她都帽下伸出的发丝缠绕着跳动的火苗，每一根都像被诅咒的藤蔓，随着呼吸轻轻颤动。你怎么了？我慌忙起身，金属护膝撞在石块上发出闷响，可他根本不看我，空洞的眼神仿佛穿透了我的身体，直勾勾盯着远处的黄金树。燃烧我，让黄金树重获新生。他的声音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，沙哑又扭曲，背后骤然腾起冲天火柱，热浪如同一记重锤，瞬间掀飞了我披风上的金属扣，布料燃烧的焦糊味混着他身上刺鼻的硫磺气息，呛得我直咳嗽。我盯着他被火焰映得扭曲的面容，喉结上下滚动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开什么玩笑？你死了谁给我升级？谁在赐福点等我？谁？话音未落，记忆突然闪回出剑时的场景，那个在废墟中递来火把，轻声说我会一直指引你的少女，此刻却与眼前这个浑身缠绕烈焰的身影重叠成诡异的画面。梅琳娜不再回应，抬手就是一颗燃烧着黑炎的火球。我条件反射举盾格挡，轰的一声巨响，金属表面瞬间被灼出焦痕，滚烫的气浪顺着缝隙钻进盔甲，烫的皮肤像被烙铁烙过。这哪是帮忙，分明是要把我烤成乳猪！我惨叫着翻滚躲避，身后的岩石被火球轰出巨大缺口，碎石飞溅在脸上，划出细密的血痕。想起论坛里说过的盾反火属性攻击，我咬着牙找准时机挥盾，结果火球撞上盾牌后突然炸裂，飞溅的火星点燃了我的袖口，火苗腾地窜起，血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跌。家暴现场啊！这是！我疼得龇牙咧嘴，慌忙掏出红琥珀药剂猛灌，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，却压不住内心的慌乱。梅琳娜的攻击却愈发疯狂，漫天火球如同流星雨坠落，地面被烧得寸草不生，空气扭曲成诡异的波纹，连脚下的土地都开始皲裂，渗出暗红色的岩浆。我躲在残垣断壁后，听着身后传来的爆炸声，看着背包里仅剩的2瓶药，心脏狂跳到几乎要冲出胸腔。再这样下去，别说通关，我得先交代在老婆手里。终于在他攻击的间隙，我瞅准机会激活暴风突击战灰，长剑裹挟着雷霆劈开漫天火网，风声在耳边呼啸。可当剑尖即将触及他的刹那，梅琳娜突然卸下所有防备，张开双臂迎了上来。我根本来不及收招，只能硬生生扭转剑势，将他抵在燃烧的树干上。火焰映着他泛红的眼眶，滚烫的泪珠滚落脸颊，瞬间被高温蒸成白雾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哽咽着抓住我的手腕，手指传来的温度几乎要透过铠甲灼伤皮肤。我不过是黄金树安排的祭品，从相遇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要走向这个结局。我僵在原地，看着他发间逐渐熄灭的火焰，突然想起双指雕像里滚出的眼球，想起那些充满欺骗的指引。原来连并肩作战的伙伴都是这场骗局里的提线木偶。松开剑柄，金属落地的闷响在寂静中格外刺耳。梅琳娜颤抖着蜷缩在焦黑的土地上，像朵被狂风摧残的奄奄一息的白蔷薇。我蹲下身，喉间像是卡着块烧红的铁，声音沙哑的几乎认不出来。一定还有别的办法，对吧？我们可以一起。可回答我的只有远处传来的黄金树根系蠕动的声响，以及梅琳娜压抑的啜泣声。夜色中，她的身影渐渐与阴影融为一体，而我的心也在这无尽的黑暗中碎成了无数片。吐槽：梅琳娜黑化这剧情比坐过山车还刺激。说好的温柔引导者呢？怎么突然变成火焰喷射器了？这波盾反失败直接让我领悟玩火自焚的真谛。现在满脑子都是他哭着道歉的样子。救命！这游戏能不能出个情感拯救 DLC？
要是能重来，我一定在第一次见面就问清楚所有真相，而不是等到要刀剑相向了才发现一切都是谎言。地下溶洞的空气里漂浮着诡异的紫色粉尘，每呼吸一口都像吞了把碎玻璃，喉咙被刮得生疼。我举着的火把在潮湿的空气中明明灭灭，火苗被无形的气流拉扯的扭曲变形，忽大忽小。铠甲蹭过岩壁凸起的钟乳石，发出刺耳的刮擦声，在寂静的溶洞里回荡，仿佛有无数指甲在抓挠耳膜。转过布满青苔的转角，3盏倒悬的青铜灯毫无征兆地亮起幽光，那光芒泛着诡异的青紫色，像是来自幽冥的鬼火。光线所及之处，10几道身影如同从噩梦里爬出来的怪物，他们浑身缠满浸透浓血的绷带，绷带随着呼吸微微起伏，渗出的黑血滴滴答答落在地上，瞬间腐蚀出滋滋作响的坑洞。空洞的眼窝里燃烧着淡紫色火焰，忽明忽暗，裸露的皮肤上布满扭曲的颠火符文，像是被无形的手生生刻进血肉，每一道纹路都仿佛在诉说着不为人知的痛苦与疯狂。褪色者，停下你可笑的追寻！最前方的教徒嗓音如同砂纸磨过生锈的铁门，沙哑又刺耳，带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穿透力。他向前迈出一步，脚下的岩石在黑血的腐蚀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。黄金树的恩赐是谎言，艾尔登法环不过是枷锁。加入我们，用颠火焚烧一切，方能窥见世界的真相。他抬手的刹那，掌心炸开一团紫色火球，火焰中浮现出扭曲的人脸，五官因痛苦而变形，发出令人心悸的尖笑，那声音仿佛要穿透我的灵魂。我下意识后退半步，后背重重撞上冰凉的岩壁，寒意顺着脊椎直窜头顶，胸口双指雕像留下的疤痕突然刺痛起来，像是有无数根细针在扎，仿佛在警告眼前的危险。论坛里关于颠火结局的讨论疯狂在脑海闪过，整个世界会被烧成疯人院，所有 NPC 都会变成怪物， Steam 社区避雷榜常年榜首。可视线又忍不住被教徒们周身流转的紫色光芒吸引，那光芒如同流动的星河，在他们身后投射出巨大的虚影，宛如绽放的荆棘之花，危险又迷人，勾得人心痒痒。你们所谓的真相，不过是让世界坠入更深的地狱。我握紧剑柄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，金属护手被掌心的汗水浸得发滑，黏糊糊的很不舒服。教徒们却集体发出沙哑的笑声，那笑声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，绷带随着颤抖的身躯沙沙作响，宛如千万只甲虫在爬行，听得我头皮发麻。看看你自己，还在相信正义与救赎？另一个教徒扯开缠绕脖颈的绷带，露出布满血泡的喉咙，血泡随着他的说话不断破裂，渗出的血水顺着下巴滴落。双指欺骗了你，梅琳娜欺骗了你，而我们……他指尖的颠火突然暴涨，照亮了他扭曲的面容，至少敢直面这腐烂的世界。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，脑袋里嗡嗡作响，眼前又闪过梅琳娜哭泣的模样，她的泪水仿佛就在眼前流淌。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疼痛让我清醒过来。抱歉，我选当傻子。我猛地挥剑斩断对方射来的火焰锁链，剑身与火焰碰撞，火星四溅，如同烟花般在黑暗中绽放。趁着这短暂的间隙，我转身狂奔，铠甲碰撞的声音在溶洞里格外响亮。身后传来教徒们癫狂的叫嚣：你会后悔的！当黄金树的谎言将你吞噬，颠火永远在此恭候。那声音追着我，像是噩梦不愿消散。跑出溶洞时，夕阳的余晖刺得我睁不开眼，光线是如此的强烈，与溶洞里的黑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看着背包里静静躺着的颠火邀请函，那是张布满血手印的羊皮纸，边缘还在散发着淡淡的紫烟，仿佛在诱惑着我。我咬咬牙将它塞进最底层。什么酷炫法术，什么打破谎言，我对着空气嘟囔，可心里某个角落却忍不住想象用颠火轰飞黄金树的场景，想象着那震撼的画面。算了算了，等2周目再说，说不定到时候 Steam 玩家就习惯了。我自我安慰着，可内心的纠结却久久无法平息。吐槽3指教团这出场特效拉满，颠火法术图标帅的我差点当场叛变，还好理智战胜了手残的冲动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游戏的道德选择题比高考作文还难。下次能不能出个我全都要的隐藏选项？不然每次拒绝特殊结局都像错过了几个亿。而且这颠火结局的诱惑，简直就是游戏里的薛定谔的猫，选不选都让人抓心挠肝的。龙目的天空永远笼罩着铅灰色的云层，时不时有紫色的闪电划破天际，照亮满地的龙海。我踩着腐烂的龙鳞前行，每一步都能听见嘎吱的脆响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，熏得人眼睛生疼。铠甲缝隙里还沾着三指教团留下的黑血，此刻被龙目的斧锋一吹，黏糊糊的贴在皮肤上，说不出的难受。转过一道布满青苔的山梁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倒吸一口冷气。巨大的古龙福尔桑克斯蜷缩在黄金树根系缠绕的祭坛中央，曾经威风凛凛的翅膀如今烂得像破抹布，鳞片脱落的地方露出森森白骨，树根如同贪婪的巨蟒，正一点点钻进他的伤口。古龙抬起头，琥珀色的眼眸里满是疲惫，却在看到我手中的破法大剑时，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。褪色者，你手中的剑能斩断这该死的诅咒。他的声音如同远古的雷鸣，震得地面微微颤抖。但作为交换，你要承受我的力量。我握紧剑柄，金属护手硌得掌心生疼。想起论坛里说的龙心脏能解锁强力吐息，又看了看远处游荡的腐败树林，咬咬牙成交。不过您老这雷电吐息可得教得仔细点。挥剑砍向树根的瞬间，溅起的金色汁液像硫酸一样腐蚀着盔甲，树根扭动着发出令人牙酸的尖笑，古龙却趁机奋力挣脱，震落的碎石差点把我埋在下面。当最后一根树根断裂时，福尔桑克斯仰天发出一声响彻云霄的龙吟，一颗跳动的龙心脏从他口中吐出，落在我脚边，还带着温热的气息。看好了！古龙深吸一口气，胸腔剧烈起伏，刹那间一道水桶粗的雷电从他口中喷射而出，所过之处空气扭曲，地面被劈出一道焦黑的深沟。我看得目瞪口呆，手忙脚乱地掏出笔记本来记要点，结果被溅起的火星烫到手指。这伤害比我10次暴风突击还猛。学会雷电吐息的第一站，我特意找了群腐败树林试手。看着那些张牙舞爪的怪物扑过来，我学着古龙的样子深吸一口气，哈！一道紫电划破天际，树林们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就被劈成了冒着黑烟的焦炭。焦糊味混着雷电的臭氧味钻进鼻腔，我激动地在原地蹦了起来，铠甲撞得叮当作响。我滴个乖乖，这哪是吐息，分明是移动的雷神之怒。现在背着阔剑，左手还能时不时来发雷电，我摸着下巴琢磨，独狼变法爷，格局小了。以后我就是近战法爷，进能贴脸砍 BOSS， 退能远程吐闪电，看谁还敢说我手残。正想得美，远处传来龙吼，吓得我一激灵，差点忘了龙墓里可不止这一头古龙，得赶紧找个地方练练新技能，别到时候露怯。吐槽，古龙大哥这波教学简直是新手救星，雷电吐息帅到我想立刻重开档专门玩法术流。不过这龙心脏看着跟会动的大柚子似的，塞进背包时还跳了2下，生怕他突然孵化出条小龙来。下一个 BOSS 高低得让他尝尝近战法爷的厉害。当我再次踏入黄金树的领域，远处传来的阵阵腐臭已经让我胃部痉挛。抬头望去，曾经闪耀着神圣光芒直插云霄的巨树，此刻宛如一个被病魔侵蚀的垂危巨人。树干上那道触目惊心的伤口足有3层楼高，黑色的脓液正从中汩汩流出，如同一个溃烂的伤口不断渗出毒血。浓稠的脓液坠落在地，堆积成冒着气泡的腐坛，坛面上漂浮着不明的絮状物，随着脓液的流动缓缓蠕动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息。那气味混合着刺鼻的硫磺、腐烂的肉味与铁锈，仿佛是地狱深处散发的恶臭，熏得我胃里翻江倒海，头盔下的脸涨得通红，喉咙不断抽搐，差点当场吐出来。这乃是黄金树，分明是个巨型烂疮。我扶着树干，身体忍不住的干呕，酸水涌上喉咙，灼烧着口腔。指尖刚触到树皮，粗糙的表面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脉动，
仿佛这棵树还活着，并且正在痛苦中挣扎。每一次脉动都伴随着一股力量，透过指尖传达到全身，让我不寒而栗。当我颤抖着将3块徽章碎片嵌入伤口的瞬间，整个世界开始扭曲，空气发出刺耳的尖啸，我的视野被刺眼的白光吞噬，紧接着天旋地转，仿佛被卷入了一个时空漩涡。无数记忆如汹涌的潮水般涌入脑海，毫无预兆地冲击着我的神经。我看到指引女巫在倾盆暴雨中狼狈奔逃，双指的爪牙骑着狰狞的巨兽在身后紧追不舍。她的长袍早已被雨水浸透，脸上满是惊恐与绝望。最后，她回头望向我的眼神，充满了对生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无助。那一眼仿佛要将所有的期盼都寄托在我身上，却在下一秒被无情的利爪贯穿身体。画面一转，梅琳娜被熊熊火焰包裹，她的银发在火中飞舞，泪水在高温中化作缕缕青烟。我听见她微弱的呼唤，想要伸手抓住她，却只触碰到一片虚无。还有3指教团成员，他们被剥皮抽筋，鲜血染红了地面，可脸上却仍挂着癫狂的大笑，仿佛早已被痛苦折磨得失了心智。这些画面在我脑海中不断闪现，每一幕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利刃，狠狠刺进心脏，带来无尽的痛苦与煎熬。原来从一开始，我们就是棋盘上的棋子。我双腿一软，跌坐在地，铠甲与碎石碰撞，发出刺耳的声响，在寂静中格外突兀。过往的种种回忆如潮水般涌来，梅琳娜温柔的指引，女巫临终前的托付，这些曾经给予我温暖和力量的珍贵片段，如今都成了最锋利的讽刺。喉咙像被滚烫的铁水堵住，愤怒、不甘与悔恨在胸腔里疯狂翻涌。我猛地站起身，对着天空声嘶力竭的怒吼：宫崎英高，你把我的老婆们还回来，他们不该是这样的结局。声音在空旷的空间回荡，带着无尽的悲愤与绝望。回应我的只有黄金树伤口处传来的诡异声响，那声音像是无数冤魂的哀嚎，又像是巨兽的低鸣。浓液不断溅落在铠甲上，发出滋滋的腐蚀声，冒出阵阵白烟。我握紧沾满黑脓的拳头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鲜血顺着指缝缓缓流出。在这个充满谎言与背叛的世界里，或许只有亲手斩断这一切，才能给那些逝去的人一个交代，才能打破这令人绝望的命运枷锁。吐槽黄金树这波刘农操作直接给我整破防了，原来前期的温情全是刀片。宫崎英高，你是懂刀玩家的，现在满脑子都是梅琳娜的眼泪，一闭眼就是指引女巫绝望的眼神。建议出个时光回溯 DLC， 让我回去改写结局。下一站我非得把黄金树的烂疮彻底剜干净，就算拼上这条褪色者的命，也要让这操蛋的命运知道，我绝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。当布满裂痕的手掌按上那扇流淌着诡异光纹的大门时，金属表面传来的脉动如同某种生物的脉搏，震得我指尖发麻。随着吱呀一声令人牙酸的声响，腐臭气息裹挟着铁锈味扑面而来，几乎将我掀了个跟头。低头看去，地面上蜿蜒的血管状纹路泛着湿润的光泽，正以肉眼可见的频率收缩扩张，每一次起伏都伴随着黏腻的咕噜声，仿佛整座黄金树都在有节奏的呼吸。这确定是树？怕不是活的内脏吧？我扯下面甲干呕着，喉咙里泛着酸水，握紧扩建的手却止不住颤抖，金属护手与掌心的汗水摩擦出细微的沙沙声。突然，穹顶传来玻璃碎裂般的脆响，无数金色光流如同液态金属倾泻而下。我下意识举起盾牌，余光瞥见光流在中央汇聚成茧，伴随着高频尖啸，一只遮天蔽日的光蛾子从中破茧而出。它透明的翅膀上流转着星辰般的纹路，可当羽翼缓缓展开的刹那，我手中的盾牌当啷落地，翅膀内侧裹着的身影如此熟悉，银白色长发缠绕着破碎的发环，那张苍白的脸上凝固着扭曲的悲怆，分明是玛丽卡女王的面容。开什么玩笑？艾尔登之兽是玛丽卡的素颜形态，这设定也太离谱了吧！我的嘶吼被 BOSS 发出的超声波尖啸撕成碎片，耳膜传来的刺痛让眼前泛起阵阵白光。第一阶段的战斗堪称噩梦，
光蛾子振翅间洒下的光弹如同流星雨坠落，每一枚都能在地面炸出深不见底的坑洞。我骑着托雷特在废墟间疯狂闪避，同时抓住他短暂滞空的时机，将蓄积已久的雷电吐息劈向他暴露的腹部。紫色电光与金色光芒相撞的刹那，整个空间都剧烈震颤。可当我以为胜利在望时，艾尔登之兽突然张开足以吞噬日月的巨口，整棵黄金树的树冠竟在咔嚓声中被他生生咬碎。遮天蔽日的阴影笼罩下来，我感觉心脏都停跳了半拍。这哪是打 BOSS， 简直是冲进了移动坟场。我死死拽住缰绳，驱使托雷特迎着席卷而来的腥风冲进那深不见底的喉咙。腐臭气息如同实质的浓汤灌进鼻腔，呛得我眼泪横流。内部的景象比想象中更加骇人，褪色者的白骨堆积如山，泛着幽蓝荧光的头骨空洞地仰望着，断裂的武器上还挂着风干的皮肉，在粘稠的肉壁挤压下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。我强忍着胃部翻涌，摸出背包里用3个龙心脏换来的炸药桶。导火索点燃的瞬间，肉壁突然剧烈抽搐，无数细小的肉芽从四面八方涌来。去死吧！我咬牙将炸药桶投向深处跳动的核心。轰！剧烈的爆炸声震得托雷特前蹄离地，核心表面裂开蛛网状的缝隙。紧接着，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如同决堤的洪水倾泻而出。那是男人的怒吼，女人的悲泣，孩童的尖叫，混着液体翻涌的咕嘟声，在狭小的空间里形成令人崩溃的共鸣。我的头盔下，冷汗顺着发根流进衣领。托雷特不安地刨着黏糊糊的肉壁，马蹄每一次落下都能带起拉丝的组织。这也太阴间了吧！宫崎英高，你是要把玩家的胆子吓破吗？我颤抖着又摸出2枚炸药桶，在爆炸声中，我看见核心迸裂出的光芒里，玛丽卡的虚影正缓缓消散，她空洞的眼眸中似乎凝结着跨越千年的解脱与悲哀。当最后一块核心碎片化为齑粉，整个空间开始像被揉皱的羊皮纸般扭曲崩塌。我伏在托雷特背上疯狂逃窜，身后传来的轰鸣如同世界末日的丧钟。冲出黄金树的瞬间，刺眼的阳光让我几乎睁不开眼。摸了摸还在狂跳的心脏，我对着天空比出中指。这关过后，我怕是再也不敢直视飞蛾了。下次要是再遇到这么离谱的 BOSS， 我就直接躺平看攻略。吐槽：艾尔登之兽这造型简直是噩梦级别的。玛丽卡女王突然变成会飞的光蛾子，还带活体坟场副本。建议游戏改名叫艾尔登恐怖环。那哭声我现在想起来都头皮发麻。晚上睡觉耳边要是再回想这个，我非得给宫崎英高发10万条吐槽私信。等我缓过这口气，高低得给新入坑的萌新做个阴间 BOSS 避雷指南。就从这只光蛾子女王开始。黄金树崩塌后的废墟上，碎石与残骸如同被碾碎的星辰散落一地。漂浮的玛丽卡破碎虚影周身萦绕着扭曲的能量流，她的银发在虚空中凌乱飘散，每一根发丝都缠绕招法环的裂痕。空洞的眼神仿佛要将我拖入无尽的深渊。褪色者，做出你的选择。他的声音像是从无数个时空重叠而来，带着能撕裂灵魂的威压，震得我耳膜生疼。修复法环，延续着腐朽的秩序，或是点燃颠火，让一切重归混沌。话语落下的瞬间，周围的空气开始扭曲，仿佛连空间都在等待我的抉择。我颤抖着攥紧背包里的徽章碎片，金属边缘深深嵌入掌心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梅林那被火焰吞噬时绝望的眼神，颠火结局里疯人院般的世界画面，在脑海中不断闪现，如同锋利的刀片刮擦着心脏。喉咙像被一团滚烫的铅块堵住，我踉跄着向前半步，咬着牙低吼：就没有别的路了吗？回应我的只有虚空的死寂和远处传来的世界逐渐崩坏的呜咽声，那声音像是无数冤魂的哀嚎，让我浑身的血液都几乎凝固。汗水顺着头盔边缘不断滴落，在下巴间凝成水珠，又砸落在铠甲上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在这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中，我下意识地摸索背包，突然触到角落那个冰凉的物件——蕾娜给的狼手戒指。记忆瞬间闪回满月女王战后的场景，她悄悄靠近我，身上带着若有若无的月桂香气，
将戒指塞进我手心时，指尖微微发颤，或许能派上用场。那时我只当是个纪念品，此刻却像在绝境中抓住了救命稻草。死马当活马医了！我声音发颤，颤抖着掏出戒指，将它与徽章碎片拼合，指甲几乎要把掌心掐出血来。刹那间，天地剧烈震颤，一股强大的能量从拼合处迸发，光芒直冲云霄，在空中凝聚成一道巨大的狼形虚影。12只身披月光的巨狼从虚空中踏出，每一步都带着撼动天地的气势。他们的眼眸燃烧着远古的火焰，獠牙间流淌着星辰的碎屑，呼吸间喷出的雾气竟在空中凝结成冰冷。为首的巨狼仰头长嚎，声波如同实质的利刃，震碎了周围的空间。玛丽卡的虚影第一次出现了裂痕，她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。这怎么可能啊？玛丽卡的声音不再沉稳，带着难以掩饰的慌乱。我顾不上震惊，翻身上托雷特，双腿一夹马腹，跟着狼群冲向那道虚影。巨狼们如同一支精锐的军团，利爪撕开玛丽卡的法环，迸发出的火星照亮了整个战场。我举起阔剑，将积攒的雷电吐息全力灌入它的核心，紫色的电光与金色的能量疯狂碰撞，在轰鸣的爆炸声中，玛丽卡的虚影发出不甘的尖叫，化作万千碎片消散在风中，而那些碎片在飘散时，竟隐隐组成了一张懊悔的面容。然而，战斗并未结束，天空突然裂开一道银色的缝隙，仿佛现实被撕开了一道伤口。一艘雕刻着月之符文的飞船缓缓降落，船身散发着柔和又神秘的光芒。蕾娜站在船头，她的狼儿闪烁着神秘的光芒，一袭纯白长裙随风翻飞，每一个褶皱都仿佛蕴含着宇宙的奥秘。此刻的她周身散发着与往日截然不同的威严气息，整个人仿佛从柔弱的少女蜕变成了掌控一切的女王。做得好，褪色者！她的声音不再温柔，而是带着不容置疑的女王的从容。这个世界的枷锁已经打破，随我前往下一个轮回吧。我呆立原地，看着飞船底部伸出的光桥，那光芒如同希望的道路。又低头看了看手中残破的武器，剑身上还留着与无数敌人战斗的痕迹。背包里梅琳娜留下的那瓶未喝完的血瓶还在微微发烫，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。所以这就是隐藏结局。我喃喃自语，喉咙发紧，声音中带着难以置信。托雷特用头蹭了蹭我的手臂，似乎在催促我做出决定。远处世界正在重组的轰鸣声越来越近，带着未知与挑战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握紧武器，踏上了光桥。谁能想到，在修复与毁灭之外，真的存在第三条路呢？而这条路的尽头，又会有怎样的奇遇在等待着我？吐槽，这剧情反转比坐火箭还刺激。玛丽卡逼我2选1，结果我直接掏出外挂，召唤狼群反杀。蕾娜变身女王这操作更是帅到掉渣。建议游戏改名叫艾尔登法环，脑洞大开模拟器。就是不知道下一个世界还有多少离谱 BOSS 等着我。宫崎英高，你最好别太过分，说不定下次直接让我对抗创世神明，那我可得提前囤满药水和剑士。当最后一块法环碎片嵌入裂缝的刹那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屏住了呼吸。黄金树迸发的光芒不再是往日神圣的金色，而是刺眼的惨白，如同炼房里的冷光。我被这光芒笼罩着，铠甲缝隙里渗出的汗水瞬间被蒸干，浑身发冷，牙齿不受控制的打颤。梅琳娜站在火焰边缘，她那件曾经洁白的斗篷早已被灰烬染成灰黑色，长发被热浪卷起，每一根发丝都像在燃烧。她脸上带着温柔又悲伤的笑容，那笑容比刀刃更锋利，直直剜进我心里。谢谢你，褪色者。她的声音被火焰的呼啸声吞没，可我却听得无比清晰。这是我的使命，也是我们最好的结局。等等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我嘶吼着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，双脚却像被钉在地上，踉跄着想要冲过去，无形的力量却如铁钳般死死钳制住我的四肢。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进熊熊烈火，火焰瞬间将他吞噬，橙红色的火舌贪婪地舔舐着他的身体。我只能绝望地大喊：
泪水混着脸上的血污和尘土，在脸颊上划出一道道肮脏的痕迹，喉咙像是被滚烫的铁水浇筑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梅琳娜的身影在火焰中渐渐消散，只留下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。我的心也仿佛跟着她一起被烧成了灰烬，空荡荡的胸腔里只剩下无尽的空洞与疼痛。光芒散去后，一顶刻满繁复花纹的王冠缓缓落在我的头上，金属的凉意顺着头皮传来，压得我脊梁生疼，仿佛有一座大山沉沉地压在身上，几乎喘不过气。我下意识伸手想要摘下王冠，却惊恐地发现左手不受控制地浮现出诡异的符文，那些符文散发着幽蓝的光芒，如同活物般在皮肤上扭动，灼烧般的疼痛从皮肤表面直钻骨髓。与此同时，双指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低语在我耳边响起：下一个轮回开始了。声音沙哑又冰冷，像是无数指甲刮擦着生锈的铁板，又像是从地狱深处传来的诅咒。我瞪大了眼睛，血丝密布的眼球几乎要从眼眶里蹦出，不可置信地吼道：什么？合着我拼命这么久，就是给你们当工具人？可回应我的只有空荡荡的寂静，还有黄金树轻微的摇曳声，树叶摩擦发出的沙沙声，仿佛在嘲笑我的天真。我看着自己长满符文的左手，又看向梅琳娜消失的地方，那里只剩下一滩焦黑的痕迹。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无比荒谬，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那些在赐福点与梅琳娜的对话，她给予我的温暖与指引，此刻都成了最尖锐的讽刺。我以为修复法环能带来和平，能救下重要的人，可到头来不过是走进了另一个陷阱。站在重新恢复秩序的王城中，欢呼声如海浪般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人们挥舞着旗帜，脸上洋溢着喜悦，可我却感受不到一丝喜悦。他们不知道，这所谓的和平背后，是梅琳娜的牺牲，是我失去自由的代价。铠甲下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，而心里的伤口却永远无法愈合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笑声中带着无尽的苦涩。早知道选点火了，至少能爽一把，不用当这憋屈的王。笑声戛然而止，只留下满心的悲凉在胸腔里回荡。摘下头盔，任由狂风肆虐着头发，发丝凌乱地拍打在脸上。我望着天空，厚重的云层遮住了阳光，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，心中满是迷茫。下一个轮回，又会有多少褪色者像我一样被命运摆弄？而我真的能打破这该死的循环吗？还是会像一颗渺小的棋子，永远困在这无尽的轮回之中？吐槽，这修复结局简直是刀片套餐。梅琳娜就这么没了，我还成了双指的新大工人。宫崎英高，你是懂怎么虐玩家的。早知道选点火把这破世界烧个干净，也比当这傀儡强。不行，我得开2周目，这次高低得走出不一样的路。要是再遇到这种憋屈结局，我非得给游戏公司寄一箱刀片。不是，当颠火顺着血管爬上脖颈的瞬间，我感觉皮肤下有无数蚂蚁在啃噬，又像是千万根烧红的细针同时扎入皮肉。眼前的世界扭曲成诡异的紫色滤镜，空气里漂浮的尘埃都泛着妖异的幽光，连呼吸都带着硫磺的灼热，每一次吸气都像是在吞咽滚烫的岩浆，灼烧着喉咙和肺部。王城的卫兵举着盾牌冲过来，金属碰撞的声响在癫狂的火焰背景下显得格外刺耳。我抬手就是一团紫火，火焰中隐隐传出冤魂的尖笑，轰的一声巨响，气浪掀飞了周围的碎石，他们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就化作了随风飘散的飞灰。这才是真割草游戏！我大笑着在废墟中奔跑，铠甲缝隙里渗出的不是血，而是沸腾的紫色火焰，每一滴溅落在地上，都灼烧出冒着青烟的焦痕。黄金树在颠火的灼烧下发出垂死的悲鸣，那声音像是千万人同时在绝望的嘶吼，震得我耳膜生疼。树干上的纹路如同裂开的伤口，渗出黑色的脓液，脓液滴落之处，地面瞬间被腐蚀出深不见底的坑洞。突然，一道银灰色的身影从火焰中跃出，蕾娜的耳朵和尾巴变得格外修长，尖锐的獠牙刺破下唇，猩红的眼睛里跳动着癫狂的火焰，仿佛2个燃烧的漩涡。一起见证旧世界的落幕吧。他的声音混着火焰的爆裂声，充满了野性与疯狂。利爪一挥，
整片广场的建筑轰然倒塌，砖石飞溅的碎片在紫色火焰中燃烧成灰烬。托雷特嘶鸣着踏碎石板，他的瞳孔变成诡异的血红色，马蹄所过之处，地面裂开蔓延的火纹，如同一张巨大的蛛网，要将整个世界都笼罩其中。这烟花比新年庆典还热闹！我骑在托雷特背上，兴奋地大喊，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癫狂。看着黄金树崩裂成漫天碎片，紫色的火焰冲上云霄，将天空染成燃烧的地狱。整个世界都在火焰中扭曲、融化，远处的山峦、城池都在颠火的吞噬下化为乌有。雷纳狼形态下的笑声回荡在废墟间，那笑声中带着解脱，也带着毁灭一切的快意。而我第一次觉得，这被诅咒的力量竟如此畅快淋漓。那些曾经追杀我的骑士，欺骗我的双指，在颠火面前都脆弱的像纸片，轻易就被烧成了虚无。然而过场动画的画面却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头上，镜头缓缓拉近，老妪蜷缩在灰烬中，他那件破旧的斗篷早已被火焰烧得残破不堪。他捧着儿子烧焦的玩偶，浑浊的眼睛里没有泪水，只有空洞的绝望，那眼神仿佛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生机和希望。他说要成为英雄。老妪沙哑的呢喃在耳边响起，声音里充满了悲伤和无奈。我突然想起在篝火旁，他曾用布满皱纹的手递给我一块烤焦的面包，脸上带着温暖的笑容。那一刻的温馨与此刻的绝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颠火带来的燥热突然变成了窒息感，喉咙发紧，连火焰都仿佛失去了温度，心里像被一块巨石狠狠压住，喘不过气来。站在已成焦土的王城中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和血腥味。雷娜恢复了人形，安静地擦拭着沾血的利爪，她的动作机械而冷漠，仿佛刚才的癫狂从未发生过。托雷特也垂下头，血红色的眼睛里似乎有一丝迷茫，他轻轻地蹭着我的手臂，发出低沉的呜咽声。原来所谓的爽局是用所有人的未来换来的。我望着远处仍在燃烧的村落，轻声说，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悔恨。风卷起灰烬，落在我布满紫火的皮肤上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仿佛在嘲笑我的天真和愚蠢。或许在下一个周末，我该试试第三条路，如果真的存在的话。吐槽，颠火结局确实爽到飞起，但看到老妪那段直接破防了。宫崎英高你是懂什么叫先甜后刀的？现在满脑子都是老妪的眼神，这哪是爽文，分明是治愈文学。下周末说什么也要找出完美结局，不然我这意难平得带到现实里。要是能穿越进游戏，高低得给编剧寄一箱刀片，再顺便问问有没有隐藏的 happy ending。 当光桥如丝带般缠绕住我的脚踝，将我拽入月之冥飞船的刹那，刺骨的寒意顺着骨骼节节攀升，仿佛有无数细小的冰针在骨髓里游走。舱内弥漫着幽邃的淡蓝色荧光，那光芒像是被囚禁的月光，在液态金属铺就的地面上流淌折射，每走一步，脚下便泛起涟漪状的波纹，转瞬又化作细碎的光点消散。四周墙壁上密密麻麻嵌着的玻璃舱，宛如巨大蜂巢的孔洞，里面沉睡着数十个身披褪色披风的身影。他们的铠甲样式迥异，有的锈迹层层堆叠，仿佛历经了数个世纪的风霜；有的表面流转着神秘符文的微光，似在无声诉说着古老的力量。这些沉睡者宛如凝固在时光琥珀中的战士，定格着未完成的使命。欢迎无垢者！沙哑的嗓音裹挟着金属摩擦般的质感，从阴影深处渗出。我浑身肌肉紧绷，猛地转身，只见一个独眼老者如同从黑暗中生长出的阴影，不知何时已伫立在3步开外。他脸上纵横交错的疤痕如同干涸的河床，沟壑间残留着暗红的痕迹，左眼处镶嵌的幽蓝宝石随着呼吸明灭闪烁，仿佛一颗跳动的星辰。老者枯瘦如柴的手指微微抬起，玻璃舱的舱盖瞬间泛起涟漪状的波纹，沉睡者们的铠甲在苏醒时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，如同无数把袖剑同时出鞘，在寂静的舱内炸响。历代未能完成使命的褪色者都在这里等待新的引路人。他的话语中透着无尽的沧桑，仿佛背负着整个世界的重量。
我扯了扯因紧张而发僵的嘴角，喉咙里像是塞了团浸满冰水的棉花，艰涩的开口，合着我通关了个寂寞，还得去修复其他世界的法环。我的声音在舱内回荡，激起此起彼伏的叹息，那叹息声如同潮水，裹挟着失望、疲惫与不甘，仿佛整个飞船都在为命运的轮回而悲叹。蕾娜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旁，她的狼耳轻轻颤动，捕捉着空气中细微的波动，纯白长裙上的月之符文流淌着柔和却冷冽的光芒，与她此刻如寒星般冷峻的眼神交相辉映。每个世界都有破碎的法环，她顿了顿，指尖如蝶一般划过我的手背，留下一道转瞬即逝的冰凉触感。而你，是被选中修补裂缝的针。我凝视着舱内神色麻木的褪色者们，一个少女铠甲上的血迹尚未干涸，暗红的血渍在幽蓝光芒下泛着诡异的光泽，仿佛在诉说着她最后的战斗。一旁的壮汉即便陷入沉睡，仍死死握着断剑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，仿佛执念化作了实体。后背的阔剑突然变得重若千钧，那些在王城与黑刀刺客厮杀的惊心动魄，与古龙福尔桑克斯并肩作战的热血沸腾，此刻如潮水般涌来。我这才惊觉，过往的一切不过是更大棋局的序章，所以这就是隐藏结局。我仰头大笑，笑声中满是自嘲与无奈，在空旷的舱内撞出尖锐的回音，从周木打工仔升级成跨周木打工人。飞船突然剧烈震颤，警报声如尖锐的利爪划破寂静。舷窗外，星云如同被无形巨手搅动的颜料，飞速倒退、扭曲，化作流动的光带。蕾娜身姿轻盈地跃向控制台，她的长发在失重环境中肆意飘散，宛如银色的海藻在暗流中翻涌。准备跃迁，下一站。她回眸看向我，嘴角勾起一抹神秘莫测的弧度，眼中闪烁着危险而诱人的光芒。那里的黄金树可能比你见过的更疯狂。我下意识摩挲着左手尚未消退的符文，那纹路在荧光下泛着微微的灼热感。看着舱壁上映出的自己疲惫的面容，终于忍不住对着虚空大喊：宫崎英高！这游戏该不会真的没有尽头吧？回应我的唯有飞船引擎低沉的嗡鸣，如同巨兽的呼吸，和远处传来的其他褪色者若有若无的叹息声。在这幽邃的宇宙飞船中，我忽然明白，或许正如他们所说，在这无穷无尽的轮回里，我们这些褪色者永远都是修补世界的工具，永远都走在打工的路上，而前方等待着的是一个又一个未知而残酷的世界。玩家感悟：原以为触发隐藏结局能迎来圆满，结果竟是更深的坑。合着这游戏根本没有真结局，只有打不完的工，修不完的法环。建议改名叫艾尔登法环打工模拟器。下一个世界还不知道有多少阴间 BOSS 和刀人剧情等着我。不行，我得先囤点降压药，没准还得准备个急救包，保不准就被某个离谱的剧情创得血压飙升。